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绝妙的书籍《灵性自我之谜》。当谈到灵性时，我们实际上在探索人类内在的心灵层面，并且人类的性格和才能不是有意识，而是由无意识灵性决定的，包括情感、信仰、内在力量以及对生命和宇宙的深刻理解。让我们一同来探索这本书的世界吧。今天的目录如下：不好看的外表是否注定不幸？解释了8种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那么，让我们迅速开始吧。从第1章“不好看的外表是否注定不幸”，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想先谈谈这本书的结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但我们知道，这些性格可以归纳为几个基本要素。心理学将这些基本要素称为5大性格特质，即外向内向性、尽责性、亲和性和神经质性以及经验开放性的5种人格特征。这些基本要素大多受遗传和童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的性格大部分都是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改变的。这本书的结论是要在无法改变的个性基础上，找到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的领域。这本书告诉我们，找到适合自己发挥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不能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性格，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适合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性格以适应环境，但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去寻找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原本性格优势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整个人生都有着极大的益处，你对它的理解和实践将直接塑造你的人生轨迹。在这本书中，心理学中的5大性格特质已经扩展到了8个要素。这8个人格特征是关于生活成功绝对重要的概念，它们由本书提出。这8个人格特征分别是：1是外向还是内向；2是乐观还是悲观；3是否具有同调性；4是否具有共情力；5稳健性；6对经验的开放性；7智商；8外貌。接下来，我会逐一详细解释每一个。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生活成功的8个人格特征中的第1个，是外向还是内向。近年来，随着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大脑和心灵的秘密正在逐渐被揭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全新而令人惊奇的心理理论正在崭露头角。这个理论就是你我每个人都是由仅有的8个要素构成的人类。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包含8个要素的新时代心理理论，被称为灵性理论。也许当听到灵性这个词时，会让人觉得有些神秘，但本书却选择了回归到这个词本身的语言，并以此来使用。在这里，灵性指的是将无意识和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心理学术语。我们的自我大部分都是由无意识构成的，而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我最终归根结底是由无意识和灵魂的倾向所构成的，而构成这种自我的正是先前提到的8个基本要素。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将这些8个要素称为8大，与心理学术语中的5大有所区别。根据灵性理论，我们的性格只是这个8大组合的结果。通过这种简单的理论，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本质。我们的人格特征之一是外向还是内向，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所有生物都演变出了避免不愉悦感的能力。当感受到愉悦时，中枢神经会激活肌肉，使其向着愉悦的方向运动；而当感受到不愉悦时，肌肉则会朝着避免不愉悦的方向运动。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动物的本能。然而，个体对于这种感觉的敏感程度各不相同，而每个个体对刺激的反应程度则决定了其是外向还是内向的性格。比如，对于刺激不够敏感的人，他们会寻求更强烈的刺激以增加愉悦感，这样的个体被认为更倾向于外向。有些人对刺激极其敏感，
他们倾向于回避那些过于强烈的刺激，因此，这样的人更倾向于内向。确实，追求强烈刺激的行为通常与外向的形象相符合。比如，那些喜欢在高音量的时尚夜店中尽情狂欢，或者在公共场所与陌生人交谈的人，通常都是外向的典型代表。而避免刺激的行为则更符合内向的形象。他们可能不喜欢喧嚣的环境，更偏爱安静的地方，比如图书馆、咖啡厅。外向与内向的区别，源自于我们感官的敏感程度，这是我们天生所具备的特质。你们究竟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呢？认识自己是外向还是内向，将会对你们的人生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结束了对外向型和内向型的第一个解释。接下来，我们将谈论生活成功的第二个人格特征——乐观与悲观。这或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人格差异之一。你一定曾经听到过别人说你真是个乐观的人。我们的大脑时常在回放着过去和设想着未来。那些精神上稳定的人，他们的想象往往倾向于积极乐观的方向。相反，那些神经质、容易感到沮丧的人，则更容易陷入消极悲观的思绪。这便是乐观与悲观之间人格差异的根源。大量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基本上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根据心理学的一项著名实验，人们被问及自己的运动技能、学术能力等方面与平均水平相比如何，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高于平均效应。而这种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水平的信念会引发一种乐观的心态，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这种乐观主义是跨越宗教、跨越种族、跨越国界的，它是人类共同的特征，存在于各个社会之中。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乐观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深知，积极乐观的态度能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成功。各种研究都证明了，乐观的人更加健康长寿，而悲观的人则更容易生病，寿命更短。这种乐观性的益处可以通过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来解释。简而言之，我们会采取符合自己预期的行为。持有乐观态度的人通常会努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进行运动、节制饮食；而持有悲观态度的人则更容易受到自我毁灭性冲动的驱使，比如吸烟、酗酒等。相较于悲观的人，乐观的人似乎更容易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但有趣的是，我们的大脑并不擅长区分梦想和现实。当我们强烈渴望实现梦想时，大脑会错误地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期望的东西，导致我们放松下来，不再努力。如果说乐观主义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地解释现实，那么神经质倾向较高的悲观主义者则更可能准确地解读现实。实际上，根据科学研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抑郁症患者通常比健康的人更能准确地理解现实情况。这就是说，尽管乐观主义通常被视为积极的，但却无法准确理解现实情况；而悲观主义虽然被认为是消极的，但却能够准确理解现实情况。因此，乐观和悲观并不是好与坏的区分，每种态度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对未来的人生将会有很大帮助。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思考一下，自己是乐观还是悲观。首先了解自己的态度，对未来的生活将会带来巨大的益处。现在，我们结束了对于第二个人格特征乐观与悲观的解释。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解释第三个人格特质同调性。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在出生时就具有较高的同调性。但是，为什么同调性这种个性会因人而异呢？实际上，这种差异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成为了一种常见现象。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必须与集体融合才能生存。例如，如果不遵守村庄的规则，就会被排斥出去，无法获得食物，甚至可能被野生动物捕食。因此，
以前大家都强调共同体中的生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以欧美先进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我们开始教导人们，在现代社会，即使不属于集体，也能生存下去。在这样的自由开放社会中，即使缺乏一定程度的同调性，也能生存。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就了一部分人选择行为和决策时较低的同调性，从而成为个人个性的一种特征。例如，如今只要有钱，我们就可以住在宽敞的房间里，去环境好的餐厅就餐，雇佣保姆做家务，而不必与他人交往。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更好，因为不需要依赖社群关系。那么，你的同调性如何呢？现在让我们结束对第三个人格特质同调性的解释，继续下一个话题。我们将探讨生活成功的第四个人格特征——共情力。共情力看起来与同调性相似，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你们身边是否有那种听从别人命令，但却完全不了解别人内心感受的人呢？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其实并不少。有些人可能在同调性方面表现较低，但却拥有极高的共情力。比如，他们可能会违背社会规则，但却对情感充满热情，就像一些地方的不良青年一样。在这本书中，共情力被定义为能够与他人情感产生共鸣的能力。当我们观看电影或电视剧时，看到演员流露出悲伤的表情，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被感动，对吧？这就是共情。通过这种能力，我们能够与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这种共情的差异可以说是对他人情感的感知能力的不同体现。此外，共情能力与其他7种人格特征不同，其男女差异非常明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女性通常具有较高的共情力，而男性则通常具有较低的共情力。这一点已经通过许多实验得到了证实。提到共情力，我们通常只看到它的好处，但事实上，拥有高度共情力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出色。有些人的共情力非常强，甚至看到别人受伤流血都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疼痛。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站立都成了问题。这种过度的共情力在工作中并不实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共情力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个体之间的差异。现在我们结束了对第4个人格特征共情力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生活成功的第5个人格特征稳健性。稳健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珍惜当前自己和未来自己之间的区别。在生活的各种场合中，我们经常需要在短期利益和长远规划之间做出选择。眼前的美味蛋糕，如果你选择立刻享用，当然会立即感到满足，但过后你一定会后悔，因为眼前的欲望与未来保持健康体型的愿望是矛盾的。在这种困境中，我们将面临一个选择：是立即获得满足，还是选择长远的利益。这展现了我们的稳健性个性差异。稳健性可以通过经济学中的时间折现率来解释，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比如，你现在可以选择立即获得5000日元，或者等1年后获得1万日元，你会选择哪个呢？在这个选择中，1年后获得的1万日元代表未来价值，而5000日元则是现在的价值，因为5000日元1年后会翻倍。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 NISA， 他们的考虑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而是期待未来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起初，这种态度似乎非常出色，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稳健性只有在未来有保障且可预测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好处。如果1年后真的能拿到1万元，那只是在兑现了承诺的情况下，但如果承诺无法兑现，或者1年后什么都得不到，那么现在选择拿到5000日元就更划算了。因此，到底哪个更明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预见到的。因此，稳健性并不是好与坏的二分法，而是一种个性差异。
你认为自己的稳健性是高还是低？尝试从自己的性格特点出发来思考吧。那么，我们已经讨论了第5个人格特质——稳健性。我来解释第6个人格特质——对经验的开放性。在这个大5人格特质中，经验的开放性可能是最难理解的一个。在本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意识的分辨率差异，但这样说可能会更加难以理解。简单来说，经验的开放性高的人通常是艺术家，例如毕加索的画作，仅凭简单的观赏，很难理解其中所表达的含义。因此，能够创作这样的作品或从中得到启示的人，其意识的分辨率较低。另一方面，行政文件或法院判决等明晰的文本，不论谁读，都能够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样的文本可以说是意识分辨率较高的体现。因此，与艺术家相反，经验的开放性较低。经验的开放性的本质在于想象力。艺术家类型的人，即使意识分辨率较低，也能够通过想象力储存其中的印象。而经验的开放性较低的人，由于想象力较弱，需要意识分辨率较高才能理解事物。因此，我在这里结束了对第6个人格特质——经验的开放性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影响生活成功的第7个人格特质——智商。在当今被称为高度知识社会的现代社会中，智商被奉为一种优秀的象征，就像被视为考试战争的象征一样。因此，那些智商被低估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可能因此错失了好的工作，被迫度过艰难的生活。但是，正如本书所述，智商并不是优劣之分，而只是人格的一种差异。通过这种思考，我们可以在除了智商之外的领域展现自己的能力。关于第7个特质——智商的解释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谈论影响生活成功的第8个人格特质——外貌。外貌无疑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当今社会，谈论外貌往往被视为一种禁忌，科学界对外貌的研究也非常有限。然而，在一些关于外貌差异的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外表漂亮的孩子大多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第二，长相好的孩子受到的待遇比其他孩子更友好、更受欢迎，也更聪明；第三，孩子的外貌美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点已经通过许多实验证实。对于这样明显的结论，许多人可能会感到不快，想要提出反驳。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情。我们经常认为外貌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因此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影响。然而，无论我们怎么感受，外貌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的相亲实验显示，外貌的魅力是吸引他人的关键，而性格特征、男性气质、女性魅力或成绩等几乎不起作用。另一项日本的照片实验也证实了外貌对于异性约会的重要性。这表明外貌似乎决定了一切，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不能逃避这个事实，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它。虽然外貌在吸引他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应该完全被外貌所定义。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而有价值的个体，我们的内在品质和真实的自我同样重要。虽然外貌可能会给人留下第一印象，但真正的连接和深层次的关系是建立在更多的东西上的。让我们努力发展自己的内在美和品质，同时也尊重并欣赏他人的内在价值。在这样的理解和包容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希望本期视频对您的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